你知道俗称蓝色小药丸的威尔刚其实原本不是壮阳药吗？而且也有很多人吃了威尔刚却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威尔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到威尔刚我们可能会立刻想到壮阳药或者是春药，但其实呢，吃威尔刚并不会让你想要做色色的事情。它的功能其实是在处理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让吃了药的男性在做色色的事情时，能够改善硬度，增进性爱的品质。威尔刚的好真的是全世界都认证哦，不止刚上市的第一年就疯狂热卖，第一年的销售额高达了300亿台币，荣登史上最热销的一款药物，还曾经被美国 CIA 拿去当作换取情报的筹码。不过威尔刚虽然效果很好，但一开始药厂在推的时候还曾经差点卖不出去。究竟威尔刚为什么会卖不出去呢？还有前面提到的威尔刚吃了可能没效，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威尔刚最初研发的故事开始说起了。不过在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我看过很多人尝试靠着热量控制、生酮、节食或吃药来减肥，结果难以持续又复胖，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有毅力、不够努力。以前我也是这样子但问题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寻求宋医师的协助，他先了解我肥胖的荷尔蒙问题，再根据我的体质提供饮食建议。这6周我已经瘦了7公斤，是我减肥这么多次以来觉得最能够长期执行下去的方法，也让我意识到用对方法比努力更重要。我相信不止我有减肥的需求，所以我即将跟宋医师一起开课，课程会带你了解体重跟荷尔蒙的关系，以及如何调整饮食比例加速减肥，14天就能够看到体态的变化。课程正在筹备阶段，点问卷连接可以了解更多的资讯，填完还有500元的折价券哦。威尔刚的成分是西地那非，最早呢是由美国辉瑞制药研发出来的一种药物，原本的目标是要用来帮助血管扩张，进而治疗高血压还有心绞痛，减缓心血管疾病的症状。但是临床实验的结果不如预期，因此在1991年，辉瑞公司宣布实验失败。在临床试验结束之后呢，按照往例受试者必须要缴回剩下的药丸，可是有超多的受试者都不愿意，甚至还问说能不能够把剩下的药物带走。研究人员觉得这个情况真的是太奇怪于是开始进行后续的调查，才发现原来这款药物有个意外的功能，那就是改善勃起障碍。他们发现西地那非原本设计出来的目标呢，就是要让心血管的这个平滑肌放松，达到扩张血管的功能。没想到这个药物对心血管帮助不明显，但却能让阴茎海绵体的血管放松变大，使得血流增加，就达到了阴茎勃起的功效。这让研究团队觉得说，哇，既然大家那么爱，还是我们干脆不要主打心血管药物，改推勃起药怎么样呢？可是辉瑞药厂对于要推出这款药物起先也是蛮犹豫的，因为在当时呢，虽然弹性并不奇怪，但谈到自己或是伴侣不举这件事情，还是蛮私密，甚至是有点丢脸的一件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受试者回报，它的功能实在不错，就让辉瑞药厂的高层逐渐正视这款药物的潜力，并规划呢要在1996年启动上市计划。只是他们要面对的大难题是，辉瑞是一个很老牌、很保守的药厂，勃起药物跟他们的形象差太远了，他们的客户甚至社会真的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吗？在药物上市以前，辉瑞药厂的行销团队还先找了一群泌尿科医生，帮他们安排了一场奢华的旅游行程，并且在旅游高潮时向医师发表他们即将发布的一款划时代的药物，解决病人不举这件事情。现场的医生们听到之后呢，一脸犹豫，他们说不举是一件很私密的事，他们一方面不确定病患想不想聊，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其实也没有谈论这个议题的经验，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要从何讲起。此外，药品准备上市的消息一释出辉瑞就面临了宗教界的大力反弹。当年许多美国的宗教领袖们都很生气，认为辉瑞这款药物呢根本就是春药，吃了以后会让性泛滥，甚至能让艾滋病的传播变得更加的严重，让辉瑞面临了极大的困难。辉瑞的行销团队综合考量各界的反应之后，他们建议医生以后不要再用不举、阳痿或是性无能的这种有负面意涵的词汇，而是采用勃起功能障碍这个很学术、很中性的词来描述，让它听起来就只是一个处理生理问题的药物，彻底的断开让人产生性冲动的印象。他们也强调，医生要鼓励患者要有勇气跟医生谈自己的问题，而且要用平时坦率而直接的态度面对病患，因为这只是器官出了一点的问题，现在
在还有辉瑞的药可以吃哦，吃了就能够变好。1998年，辉瑞把含有西地那非的药物重新命名，这个字结合了活力充沛还有尼加拉瓜大瀑布2个字，暗示吃了之后你就能够拥有像尼加拉瓜大瀑布那样子的生猛活力。那一年药品通过审核正式上市之后，他们还找来了曾经参选美国总统的国会议员来代言，让他以前列腺癌的患者告诉大家所谓勃起功能障碍是什么，以及他如何受到这个的困扰。他说他过去很努力治疗，但当他吃完威尔刚之后，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他更鼓励男性要早点跟医师谈论自己的问题，勃起功能障碍不是难以启齿的事。当时威尔刚1颗要价$8，其实还蛮贵的，但是上市不到3个礼拜，医师们呢就开了12万张的处方，打破了所有处方药物的记录。上市的第一年，威尔刚就创造了$10亿的收益，连《时代》杂志的报道都写下说，威尔刚创下纪录，成为了新药品上市后攀升最快的案例。那看到这个壮阳的商机如此蓬勃，许多的药厂都跟进，想要抢下勃起功能障碍的市场。像是拜耳就开发了乐威壮，或者是礼来呢推出了犀利士，但这些药物都没有威尔刚那么的受到欢迎。而为了要持续的保持领先优势哦，辉瑞打算继续的扩大威尔刚的使用者，为此他们采取了很多不同的策略。首先，一个很厉害的例子就是他们利用电视广告宣传威尔刚的效果，并且劝导观众可以直接去找医师开药。广告里面呢还有女性先生说法，男性的勃起功能障碍会让他们的性生活很不快乐。此外，辉瑞还出版了一本杂志 Voices 送给医院，放在候诊室里面。杂志内容呢，请到了赛车手啊、MLB 的棒球员、摇滚乐手谈男性健康的重要以及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他们还把这本杂志的封面设计得很像生活杂志，让大家即使公开的阅读也不会尴尬。更厉害的是，辉瑞还打算让威尔刚从勃起障碍药物进一步的转型成生活风格药物。他们和泌尿科医师合作，告诉民众只要硬度啊还有持久度不满意，或者是偶尔不够硬，都可以使用威尔刚。甚至还说50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要试试看。这连串的行销手法呢，已经让威尔刚几乎快要变成某种流行趋势了。不只是脱口秀啊，还有杂志会提到威尔刚，连热门影集《欲望城市》里面也有威尔刚的话题出现。在英美两国，很多吃这个药的人不只是老人家，年轻人也很爱。他们其实没有性功能问题，只是想要确保自己的性爱品质十足，甚至呢会在派对上面带着一颗威尔刚，如果遇到不错的对象，就吞一颗来一场美好的性爱。现在，即便威尔刚不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当中最便宜的药，但还是占了其药物市场的58%。就连相对保守的阿富汗，威尔刚也受到好评。根据2008年 NBC 新闻台报道，美国中情局会提供给阿富汗年长者特别呢是部落酋长来换取塔利班的情报，因为给钱或者武器常常会引来邻居或者是亲戚的怀疑，甚至可能会被拿去变卖。所以中情局呢觉得提供药物的资源呢比较安全而且有效，于是威尔刚就成为了他们的其中一种交换筹码。NBC 的报道指出，当地的部落首领大多信仰伊斯兰教，而在伊斯兰教里面呢，允许穆斯林男性拥有最多4位的太太。只是年纪大了以后呢，首领会开始难以满足他们。这个时候拿到的威尔刚就可以让首长的性功能再度上线，赢回在床上的男人尊严。所以威尔刚就成为了超受欢迎的筹码，也让中情局换到了很多宝贵的情报。不过，威尔刚的流行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威尔刚的行销宣传之下呢，性的问题变成了器官问题，吃药就能够治好。虽然这个药让勃起功能障碍变成了一种可以处理的生理问题，但某种程度上面，他们的广告也暗示好像勃起不够硬就是一种病。事实上呢，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很复杂，并不只是充血问题而已，也包含了想不想要做啊、空间环境如何、心理压力大不大，以及伴侣关系等等的因素影响。威尔刚没有办法解决性欲低落的问题，如果太忙、压力太大、跟伴侣的感情有状况，吃了威尔刚也是会没有效果的。而且威尔刚只能够影响到阴茎够不够硬，没有办法让男性更持久，解决不了早泄的问题。因此，许多人在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吃了威尔刚还是达不到效果，反而会变得更沮丧。此外，对于那些不想要治疗性功能障碍、治疗失败，又或者是吃了药缺乏效果的人来说，威尔刚的广告可能会反而让他们难以承受，感受到更多来自于伴侣啊、亲友之间的压力。
我们团队很多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威尔刚这个名字，当时只知道非常的受到欢迎，所以这一集呢，我们特别去查了威尔刚的历史，才发现这个药物从一开始误打误撞的发展到上市前的行销方式都相当特别。而如果去查外国网站，会发现威尔刚的市场行销也成为了业界很重要的案例。一个药物的发明竟然可以改变社会的氛围还有人类行为，进而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在查威尔刚案例当中我们觉得最特别有趣的事情。那话说回来，我们觉得威尔刚的热卖，还有后续辉瑞团队做的各种行销，其实很多时候都还是奠基在有不少的男生呢，会把自己的自信啊，或者是男子气概跟性生活的好坏绑在一起。如果在性方面遇到什么问题，就容易失去自信，觉得自己很不 man， 甚至感觉很失败等等。但是我们觉得，既然性方面的各种问题成因很复杂，那么性方面有些困扰，并不代表一个男生就失去价值，也不代表你的伴侣就一定会不满意。很多时候，性关系的满意度也跟两个人的关系啊、互动、沟通，还有知不知道如何满足对方有关，并不是一遇到性功能障碍就一定不能够满足伴侣。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透过吃药来改善问题，又或者是不想要改善，或是不想要吃药，其实只要想清楚了，也跟伴侣沟通好了，都是很好的选择。不需要把男生自己的自信，或者说自我价值感跟性能力连接在一起。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想问大家，如果你自己或是你的伴侣有勃起功能障碍的话，你会愿意跟伴侣讨论这件事情吗？我觉得勃起功能障碍就是一种病而已，我会愿意跟伴侣讨论。比如我觉得遇到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最近压力大，关系有点紧张，过一阵子应该就好了，所以不会特别的讲。所以我觉得要自己开口谈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困难了，我不会主动提。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威尔刚的故事。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吃止痛药吃到上瘾以及基因改造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